斋藤哥说，我拥有很多财富，我纳税的金额甚至是全日本第一，但是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努力或是辛苦。Hello， 我是 BB， 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日本的亿万富翁斋藤一人写的书，叫做《波动的力量》。我很喜欢看有钱人或是成功人士写的书，因为我觉得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斋藤一人是谁呢？我是怎么发现他的呢？是我之前在介绍几本书的时候，发现书里面的作者一直提到斋藤一人，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原来他是日本很有名的亿万富翁，他曾经连续12年名列于日本纳税最高的前10名，创下全国的新纪录。从1993到2006年间，他总共缴了173亿日币的税金，真的很不可思议。2006年之后呢，日本就不再公开个人的纳税额了，所以之后就没有他的记录。在日本，纳税最高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出售股票或是买卖土地所得而缴的税，但是斋藤一人是靠自己公司的营业所得所缴的税，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厉害。他创办了日本汉方研究所这间公司，他研发了很多厨房用品、清洁用品、汉方茶，还有一些健康食品等等的。他研发的东西常常都大卖，销售一空，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他也写了20多本书，他写的书不是一般教你怎么买股票赚钱的书，而是比较灵性方面的。他对灵性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哦。今天我会介绍一下作者小时候的故事，他变得幸福又有钱的3个重点，还有他给大家的建议哦。我们现在看一下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件神秘的事情。在他还没有上小学的某一个晚上，他突然从梦中醒过来，在半梦半醒之间，眼前浮现了一个白白的、圆圆的、会发光的光球。那是什么啊？正当他觉得很神奇的时候，光球开始靠近他，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光球把他包围起来，他进入光球里面了。他说，就在我被光球包围的那一刻，我一直以来的所有疑惑全部都顿悟了。我小时候就与众不同，常常思索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死后到底会去哪里？这些问题每天都在我的脑子里面转了又转，但我怎么想破头都找不到答案。就在我被光球包围的那一瞬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明白了，人的灵魂是永恒的，肉体虽然会死去，但是灵魂永远不灭。灵魂不断的在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之间来回轮转。当肉体在这个世界死亡的时候，灵魂就会回到神的身边，就是那个世界，然后再从神的那里领取一具新的肉体，投胎来到这个世界。人类就是这样不断的转生，经历地球上的种种酸甜苦辣，使灵魂获得成长。我们是为了要让灵魂成长，接近神的波动，而全心全意投入地球的修行的。有很多人说，地球就像一个学校，里面有很多课程让你选择，有一些是必修，有一些是选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修满所有的学分，才能够在地球这边毕业。当你一个科目没有办法通过的时候，就必须不断的重修那一科，直到自己及格为止。所以在地球上，你遇到的很多困难，其实都是你的必修与选修的课题。例如，你常常存不到钱啊，你一直遇到渣男啊，你跟大家都处不好啊。如果你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代表它是你今生的必修或选修的科目。你一定可以在这个人生里面解决你的问题，因为神不会给你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你解决问题之后，神就会颁给你毕业证书了。斋藤一人说，那个光球出现了好几次，在他小时候，教他好多事情。他依照光球的教导而生活，于是今天才有办法变得这么成功与幸福。那么，幸福的人跟不幸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他说，幸福的人有幸福的波动，而辛苦的人有辛苦的波动。波动在这边就可以解释为频率。最棒的波动是什么呢？就是幸福的波动，也是神的波动。任何让你觉得很幸福、开心、很明亮的波动，就是神的波动。神拥有能够创造一切事物的最高波动。我们的人类，乃至于动物跟大自然，还有所有发生的现象，都是由神的粒子、神的波动所产生的。我们就像是神的孩子一样，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最开心、最喜欢的波动，就是要和神的波动一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望接近神的波动，因为这样子会让我们非常的幸福开心。当你越接近神的波动，你的人生就会非常非常顺利，顺利到你会想偷笑，幸福会来得非常轻松跟理所当然。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接近神的波动呢？答案是你要拥有像神一样明亮的波动，你要让自己保持欢喜心、愉悦的心。心情愉快的人就会充满阳光气息、阳光感，因为他有明亮的波动。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啊，他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整个人都亮了起来，而有些人你就会觉得他怎么看起来暗暗的，有点暗淡阴沉，因为波动是真的很明显的。当一个人很接近神的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它非常的亮，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觉得它很亮很阳光。但是当一个人很远离神的波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很阴沉很暗淡。有一句话叫做印堂发黑，就是因为古人看到这种有点不幸的人，会觉得他有点暗暗的黑黑的，所以明亮阳光心情愉悦就是神的波动。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接近神的波动呢？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要保持微笑。只要你保持微笑，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神的波动。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硬是挤出一个笑容，就会像假笑。可是当你去练习微笑，一直不断的练习，假笑也会变成真笑，你就可以自然而然拥有神的波动了。有一些不擅长微笑的人就会问他说，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我变得更幸福吗？一定要微笑吗？微笑很难耶。是的，微笑也许很难，但是如果你想要得到幸福的话，就一定要练习微笑。赶快练习，赶快练习。一个从来不微笑的人是绝对没有办法得到幸福的，一定要时常练习，让自己微笑。久了，假笑也会变成真笑。笑得好僵啊。他说，就算你在其他方面非常的努力，像是你非常努力的工作啊，非常努力的去追女生追男生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心情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结果。你很想升迁，所以你很努力的去工作，想要讨老板欢心，可是你在背后总是会讲老板的坏话，讲公司的坏话，那么你表面上再怎么努力的想要得到老板的欢心，都没有办法让你得到这样子的结果。人的光芒首先来自于笑容，如果你要让自己明亮起来，就一定要保持笑容，尽量微笑。只要你时常保持欢喜心，你就会接近神的波动，你的人际关系啊、工作啊或者爱情啊，都会开始如你所愿，财富也会像瀑布一样的涌入你的生活，世界就会开始绕着你运转。在日本有一个字叫做言灵，意思是我们说出口的话都有力量，都有一个灵性的感觉。我们说出口的话也是活的，要改变人生就要开始改变你说出口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乌鸦嘴，不要讲别人坏话，也不要讲自己的坏话。只要开口说话，你就会开始产生言灵，言灵就像魔法杖一样，能够改变你的波动。光是念这些单字，你就会开始不自觉的微笑了。现在来跟着我念念看哦，看看你是不是有微笑起来。高兴、开心、安心、幸福、丰盛、富足、美好、有趣、可爱。你在念这些单字的时候，是不是不自觉的嘴角就会有点微笑起来的呢？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觉，光是念这些字就会有点想笑了。这些字真的有力量的，所以请多多讲这些很正面的话语吧。如果你经常对自己说你好可爱哦，你的外表也会变得可爱起来哦，周围的人也会对你更好，更加疼爱你。如果你每天都称赞自己，你今天真是太棒了，不久后你就会听到别人也这样对你说，你真是太棒了。这样一来，你就会开始爱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接近神的波动。那拥有了很棒的波动之后，真的就会变得很幸福很有钱吗？斋藤哥的确就是这样子达到了亿万富翁的程度。你会说，难道他都没有努力吗？斋藤哥说，我拥有很多财富，我纳税的金额甚至是全日本第一，但是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努力或是辛苦。我们公司销售的产品，我们都没有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绞尽脑汁的去生产去研发，我们也没有耗费很多年的心血才完成这些作品。一般人会觉得我一定是很拼命工作吧，从早拼命到晚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自己的兴趣，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自驾旅行，或者是参拜很多的神社或观音。我是边玩边成功的。我是在哪里想到这些产品的 idea 的呢？
其实就是在我旅行中，我常常会灵光一现，想到这些 idea。我常常在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 idea， 把这个成分加那个成分，就可以变成这个产品了。我会把这些 idea 记下来，然后交给合作的工厂，让他们制作。工厂的人常常会觉得这些想法真的是太天方夜谭了，怎么可能？真的有办法做出很好的产品吗？结果我们真的每次都可以做出我心目中很完美的产品。而且一上市总是会销售一空，客人也非常喜欢，常常都卖到缺货，不是大卖就是超级大卖。而且我有工作上最棒的伙伴，走到哪里我都很受欢迎，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欢喜与爱。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我只是很自在的生活，幸福就会自然的累积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为了变有钱而拼命工作，我真的就是轻松自在的过生活而已。这些奇迹都不是我自己去追逐而来的，这些灵感都是上天的礼物，而且灵感总是在我非常放松、很自在的时候就会出现。我比每一个人都更在意我自己的波动，哪怕是1秒钟，我都不想要被坏的波动所影响。只要掌握波动，人生就会非常顺遂。我确实做到了，所以我才能够轻松创造出我想要的人生。最后，他要给大家一个有一点深奥的概念，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人生有山有谷，有高有低，人生的路很难。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的话，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困难了。当你发生一件好事之后，又会发生另外一件坏事，你就会觉得人生的确是有高有低。但是他深信人生没有山也没有谷，人生只有天堂，所有事情都是好事情。不管你现在看到的事情，表面上也许是坏事，但它就是一件好事情。人生只有天堂，他因为这个信念，他觉得自己生活真的非常的顺遂，都是好事情。这个概念有一点深奥，就是从原本的二元性，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变成一元性，只有好，只有好，只有好，没有坏，只有好，永远都是天堂。地球身为我们的学校跟修行场，它现在真的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感觉。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分好坏，我们常会去做比较，性别也是有男有女，有黑有白，有白天有晚上。可是它的背后其实是一元的世界，创造出来的是二元的幻象。好，这个概念真的是很深奥，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办法解释得很好。大家也许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什么是一元性，什么是二元性。人生没有山没有谷，只有天堂。果然可以从亿万富翁身上学到很多事情。我还有一支影片，也是日本的亿万富翁写的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是有钱人》。影片在这边，内容也很精彩哦，可以去看一下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你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会让我有动力去做更多影片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